哦，你7年之痒了吗？那我的确，我得说实话，跟你吵得最凶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些。我觉得你好猪队友，我觉得我们再拍下去，我们就要吵架了。Hello， 欢迎来到 Angela 手说频道。今天想和先生久违的来一次 date， 我们会选台北市区的一间好像有点法式情调的这样一个小酒馆。当然现在是中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直接喝酒了，可以享用一下这个2人时光的这个午餐哈。来之前我就是掐指一算，发现我们真的结婚已经7年了，突然就想到一个词，就是这个7年之痒。所以借着这个主题发挥一下，也很好奇，想和先生一起来聊一聊。然后一边吃一下美食。这个是青苹果乳酪煎干贝，好漂亮哦。我觉得它的那个美味在于说它的一个不同食材的一个融合，就达到了一种多元的层次。作为一道开胃菜的话呢，它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味蕾就是被打开，很有吸引性。特别是它那个淡淡的青苹果的那个酸甜的那种口味，就会让人一下子很有食欲。那我现在吃一口，老公最后一个是我的，我要夹着萝卜一起吃，更有层次，加上一点萝卜的辛辣味。餐上齐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享用我们的 date 大餐。哇，超大块的，而且很入味。建议的是先吃 salad， 然后再吃牛排蛋，然后最后再吃吐司。这样的话，就是对于血糖升的会比较慢一点。其实这样的一道，我觉得作为 brunch 已经是营养蛮均衡的。我是比较瘦一点，比较符合我的需要，我比较喜欢瘦一点。我觉得每一次有机会出来可以这样吃一个色香味俱全的大餐，心情就特别好。因为同样的食材可能在我手上就没有那么多花样，但是出来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你要再看一些食谱。其实我想对你说的是，我觉得我们的婚姻需要有一些变化。我一直在试着寻找惊喜，然后有啊。老公，感觉我们真的也平时没有好好的 date 呀，感觉婚后是不需要的，这样子很长，出来玩的。可是别人都会发很多照片啊。你说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聊好话。那我问你，你对你的老婆满意吗？你觉得？5 minutes later， 我不知道你要聊什么。我觉得你好猪队友，我觉得我们再拍下去，我们就要吵架了。我不知道你要聊什么。你看，婚姻的现况就是我不知道你要聊什么。所以我今天要讲个很严肃的话题，虽然是吃的美食。哦，你7年之痒了吗？为什么你要问7年之痒？这是我们结婚第7年，不是一直有个7年之痒的话题吗？我觉得现在每天诱惑很多，所以不一定7年啊，1年就可以养，70年也可以养，70年也可以养。哦，你不能吗？你觉得我人老珠黄，我还要养吗？你想到养只能是外貌上的吗？其实现在婚姻形态好多，对啊，什么开放式婚姻，什么就算有结婚关系，但2个人就是各过各，分开。7天、70年都可以养。我的意思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一定要7年。所以这是一个很过去的一种说法，它不一定是很适用现在的婚姻状态。也许吧。那你有养吗？在哪方面养？比如说对这个婚姻很不满，需要有什么变化或者是纠正的地方？对，我常常都说什么时候给我惊喜？之前给你那么多惊喜。我真的很擅长给人制造惊喜。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学过精心时刻这样的概念，应该要能够为孩子、为家庭、为亲密好朋友设计惊喜。我在这边给大家补充一下，精心时刻就是一个 quality time。再就是说，每个人的精心时刻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有的人喜欢就是1对1的聊天，那有的人他希望就是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旅行。就每个人的精心时刻其实都不太一样。我老公他的精心时刻就真的是一个很意外，就是他没有想过的一个计划，然后我给他呈现出来。对我来讲，这个非常的困难。
因为他其实平时想的非常的多，多到我觉得他肯定超过我。他需要比我看更多的书，然后看更多的信息，然后把这些所有的东西融会贯通，产生一个新的有创意的想法。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精心时刻的要求会很高，他自己未曾想到的，我已经帮他想好的东西，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他这7年可能对于我的一个期待没有达到的地方是。7年之痒不是抱怨大会，它只是痒，不是7年之痛。那你刚才为什么要问7年之痒？跟不同的就是他们有结婚的人来讲，我觉得我好像问的这些台湾朋友，我所得到的这个反馈并没有非常的正向。就很多人他们好像，特别是在跟单身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并不会觉得说结婚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他们会说天哪，我现在感觉就是很煎熬，或者说现在有孩子我整个没有自己。我其实也很困惑，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进入婚姻的人他们并没有那么的享受，还是他们只是想安慰还单身的朋友，我不知道，所以我很困惑。记得我上次跟你一起在永和那边的一个菜市场的一个小吃店里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别的长辈他们在吃饭，非常的安静，看起来有可能是夫妻吧。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感慨说，看人家谈恋爱的时候话特别多，就一直讲话的时候应该还在谈恋爱的阶段，那相对来说吃饭很安静的那可能就是夫妻，结婚很久的夫妻。这是一个好的状态吗？在大家看，就我个人觉得，就是当你和一个人就算不讲话也是很舒服的状态，那就是很舒服的状态，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讲话才能打破这个尴尬的感觉。因为我们其实吃饭的时候也很多时候并没有话很多，好像是在这个休养生息的状态里面。那你现在话很多啊？婚姻是可以享受的，我觉得可以。比起婚姻倦怠，我觉得倦怠的一个相反词是忠诚。比如说一段时间内换了不同的工作，当下是蛮愉快的，因为好像在做自己。不过事实上它却少一点忠诚度，长时间的忠诚会带来一种真正的真实的感觉。讲那么上纲上线啊？会吗？没有具体一点的吗？比如说你第一次来台湾，我请你住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那个 Airbnb 常住，请了10天假嘛。然后当时每天早上骑脚踏车先去找你，在一起出去玩。因为是谈恋爱，所以刚到你房间的时候，虽然你都还没有盥洗，我就可以对你亲吻。但是，然后现在结婚久了就不会做这样的事。但尽管如此，我的意思是说，它仍然是一种忠诚，就是我不需要追求换另外一种类型的美女，然后去亲吻她还没有盥洗的嘴巴。我说在婚姻里面的追求是同一个对象长时间的专注跟充实。OK， 这是我现在的短时小结论。就我前段时间一直在想说，这个婚姻真的很像一纸契约。就刚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在牧师面前宣誓的时候，那个契约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一生就是和对方绑定在一起，不管是好的不好的，顺遂的逆境生病的，我们都陪伴对方。所以它就像是一个非常概括式的这么一个合约。但事实上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签订很多补充条款，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要有一些标准去执行。但我现在又觉得，当我们越来越在一个舒服的状态里的时候，那些条款是要被拿掉，不可能是哪里做的不好我就给你一个违约责任，是要罚你多少钱，或者是罚你做什么什么行为，这些都是要拿掉的。因为那些不拿掉的话，这个婚姻其实是走不下去的。所以最终这个契约还是从最简单的变成最复杂的，然后又变成最简单的，蛮妙的。好好吃哦，就是那种炭烤的味道，很脆，它的饺是很脆的。我也好想有这么多饺。谢破妈妈，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是来台湾之后开始吃中卷，这种炭烤中卷很好吃，很香。上次那个台南的那个是便当店的小卷，也是炭烤。其实你有发现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吗？就是我原来其实话还蛮多的，不满意的 part 就会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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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念。但我现在就是关键时候，比如说你不开心了，或者你有情绪的时候，你马上就闭嘴。有啊，我觉得就是你成熟了。这算是隐藏吗？虽然它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很辛苦，但是发现自己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言多必失，言多必失是有道理。你话太多了，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帮助。那你觉得你现在变成一个小女人了吗？是变成大女人了吧？为什么？就
就是一个胸怀更大的女人啊。这个大女人是说我们里面的那个包容接纳变得更大了。别人问我婚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都是比较正向的带给别人答案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婚姻不是让我自己去享受的，婚姻其实是让我变成一个更理想的一个状态，然后让那个我跟我们变得更好。其实我们现在也快要40了，你之前给我那本书60多岁的妈妈写给40岁的女儿的书，其实我看以后还蛮感动的。虽然我一开始觉得为什么要给我看这种鸡汤类的文章，那我看的时候还蛮感动的。以前我们看40觉得已经很大了，但是我们自己一眨眼已经变成40。然后真的在这个阶段，我们会有很多从上从下都带来的那种压力，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不够好，处理的也不够好。本来应该是很成熟的年龄，为什么好像我们非常的忙碌到就是我们会怀疑自己，好像离理想的状态差太远。但其实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一个过程。然后60多岁的长辈看我们还是年轻的，还是充满希望。就我在职场上面，我可能是慢，与原先自己计划的相比是慢的，但是我在家庭，我在孩子这件事情上，自己个人作为妈妈的成长是很大。所以我其实除了我现在体重有一点重以外，我对自己的状态还是挺满意的，就是觉得还是很有希望，还是可以有机会做很多事情。而且我就是一个想法很多的妻子，希望跟我的先生可以一起。那你一开始问7年之痒，你现在痒吗？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痒是什么，也许这个痒是说，哎，你会有一个念头出来说，如果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会不会更好？如果我现在只是一个人，我会不会更好？是这种痒，对吗？我觉得这种想法，实话实说，一定是有冒出来的。就是你会想象说，哎，因为我们周围也有很多单身的朋友，那他们有的过得非常的滋润，有的可能也比较着急，就是说想找一个伴什么。那我们看到比我们过得滋润的，我们当然就会遐想说，哎，那如果我是他的话，我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好？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假设也没什么意义，我觉得。但我的确，我得说实话，跟你吵得最凶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画面。你杀了我吗？哎，这个要打马赛克。就会想着说，因为一个意外什么你不在了。可是你知道很奇妙的是，我就隔了几天，你说你制造一个意外让我不在了。不是，我毕竟是学法律的，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是说一个意外就是意外，不是制造一个意外，好不好？这不是个推理片。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梦，就是梦见你跟孩子在海边，然后一个浪把你给卷走了，然后孩子突然跑过来找我，然后我就非常崩溃的在找你，我说你在哪里？然后我就哭醒。所以那一刻的时候，我就发现生气的时候的那种念头是很可怕的。你如果真的不在了，我会很崩溃，就是我会哭着找你，我就知道说我不能失去你。再讲我就要哭了，老婆。那你这样还是太依赖，因为你以前梦到的是爸爸跟妈妈，现在梦到的是我，那很正常，就是还是蛮依赖的。我妈妈一直都在我梦里面会出现，但是我的意思是，你的那个给我的那个梦会让我发现说你不在了，不是我要的。我就会知道，虽然你现在说经常会说你牵我的手就像左手牵右手一样，没啥感觉，但是我觉得他少了那只手就是不行。你刚才说那个婚姻上合约，也可以把它当盟约，就是我跟一个最好的朋友有了一个交情，从泛泛之交变成金兰之交，变成生死之交，我们就可以过命，可以换命。这是我最期待的那一种朋友。我觉得爱情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是从小学了很多东西，然后有了一些正向教育，当然也有一些低潮的经历，但克服低潮的经历让我们自己变成更坚强的自己。种种的经历让我们最后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把灵魂跟爱情跟下半辈子交付给另外一个异性，所以它就是一个盟约，超越合约的效力。忠诚虽然古典，但是一个古典的美德。我就想到有一个比喻啦，结婚就是2张纸粘在一起，粘在一起撕开的时候真的是撕不开，就撕开一定是破损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没有人主动想要选择分开。最后一片吐司啦，好，跟我们一起分享吧。科技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管我们现在拥有多或少，
在我们拥有的这一份，然后一起分享，我觉得都是很满足。7年之痒，养归养，那我内心知道我要谁。那我们今天影片先到这边吧，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